外面狂风大作，不能给我刮跑了吧？这风也有点，你看，有点忒儿大了，太大了，这风，这帐篷都贴着我了都。我天，狂风啊，这是，都歪歪了，帐篷都歪歪了。今天的风咋那么大呢？太大了，我天！这边风筝拽开了都，我准备给它绑到这个椅子上去，要不然不行啊，这没法睡觉啊。今天这是6、7级、7、8级阵风，一直刮到现在不是阵风，根本就不是阵风。拉到桌子上去，车子还得推走呢。加油啊，帐篷！希望你挺住。你挺住了，你就可以向大家证明你是能扛住大风的选手。请你加油！瞬间感觉拉起来不少，但是也确实更通风了。我现在感觉呼呼的往里灌风呢，这边全是风。在帐篷里老凉快了，现在，哈哈，这回就纯靠考验我的睡袋了，太冷了，现在属于通风，四面通风，全是通风口，没办法，不拉起来你是真的感觉它要那啥贴到你了，就这样吧，睡觉吧，扛住今晚我就是胜利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于北北，正在环华骑行。现在是3月15号早上的9点半，我已经起床了。昨天睡得挺早的，所以说今天自然醒，8点多我就醒了。看，除了风有一点点大，但是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。昨晚那个大风刮的我真的是在帐篷里瑟瑟发抖。但今天早上我起床一看，帐篷完好无损，点赞，真不错，扛住了7、8级的大风。把锅要刷一下，刷一下之后开始做饭。也到这里，要拿湿巾擦一下，到时候刷的时候就没有油了。油挺厚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真好。热饭吧，热饭吃吧一口，出发啦。昨天还剩了一点米饭，刚好够吃。找个水，把它一热。变成粥也行哈，反正能吃就行。还没糊，你看这
这技术，炉火纯青的，很好。再放点水，把它变成粥，盖上盖儿。火鸡呢，这儿打开火。这个火白天的时候稳定，晚上的时候就不稳定。行，先热饭吧，再欣赏一下这个水库的风景。看那下面有2只那个丹顶鹤，这丹顶鹤吧，但是是摆件儿。这小环境真不错。坐这儿简单吃一口就得，吃一口粥，然后这边是一根哈拉滨红肠，还有我舅妈做的这个牛肉罐，这个牛肉辣酱。趁着天暖和之前得把它吃掉，要不然的话跟浪费了。这一罐牛肉罐头成本可高，这里面全是牛肉粒儿，挺好的，可香了。我在家吃的时候就觉得好吃，全是牛肉。这扎扎实实的，这里面是零添加防腐剂，啥都没有。看这丹顶鹤翩翩起舞，但是它是个雕像，不会动。这整个水库啊，好几个丹顶鹤，这边一对，那边还有一对，那边还有一只，长得挺好的。水库放丹顶鹤。一下子就把这整个水域变得生机勃勃起来了。把这兜垃圾去丢掉，那边有一个垃圾桶，然后再去上个洗手间，就可以收帐篷出发了。这是这边的居委会，现在还没有人在上班。拜拜。居委会的选址真的是会选呐，蛮漂亮的。这地上晒的是玉米粒儿，挺干的了。这是几个水啊？一般卖玉米都是几个水几个水的卖。这边的垄都是脚丫子趟出来的，就拿脚往上面一趟，它就出垄了。这一条一条的，挺多的呀，这最少得有好几袋子。就感觉这条长廊特别有感觉，就是那种很复古的那种感觉，好像穿越了似的。把昨天下的钉子全部抠出来，这钉子太难抠了，我天，太紧了，下来了，上这里，找找还哪有，都有点忘了，这还有一个，哎呦天哪，这缝里太紧了，这缝，这不好抠啊。这玩意咋整啊？拿这个，哎，哎呀，有点脑子，但不多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下来了，再找找，前
前方的村庄真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，就是它隐藏在一大片的树林之下。然后呢，看林间的小鸟们叽叽喳喳，哎，这真的有一种烟火人家的感觉。就这条路上，如果说走进来一辆车，我都感觉是对这种桃花源的一种打扰。这个村子真的有生机，这鸟真多。离开这个美丽的小村子，继续我们的旅途。前方到站辽宁省的昌图县城，距离我现在的位置是30公里，还行，不是太多。到昌图县去拿一个快递。我买了一个耳机，这个路上没有耳机还是不太方便，因为风声太大，常常听不见导航，走错路。这小村子真幽静啊！这个大公鸡叫声此起彼伏的。今天的太阳非常非常的炽热，照着这条幽静的小路，偶尔能从树林之中传来一丝微风，还挺凉爽的，实在太热了。哎，马路中间有一只喜鹊，我来啦，宝宝，你不飞吗？宝，飞呀，飞了，精准预判了你的预判。这光影真漂亮。不随了，不随了，我太热了，我要脱衣服了。这今天这温度不得10好几度啊？怎么这么热呢？夏天到了，夏天到了，这是。哎呀，把棉服脱了吧，非常热。哎呀，瞬间凉快了。这么热呢，我是不是又该换那个冲锋衣啥的了？但是早晚温差还是蛮大的，还是再等一段时间。在这吹会儿风，这会儿是个风口，还行。白天疯狂的脱衣服，把它绑在这儿，放在前面没办法骑车。晚上疯狂的贴暖宝宝。大风车滴滴滴滴转，这里的小朋友真好看。头脑亮，我现在可喜欢每天就这样摸一下头发了，感觉特别好玩，真圆着头发。歇一会儿再走，感受一下微风。我想把我的棉裤脱了，你说我在这个地方脱裤子，你说行吗？你说景是挺美的，我里面有秋裤，那就在这脱呗，没地方了，太热了，实在是蹬都蹬不动，热的我都冒汗了都。操作完毕，棉裤脱下来了，准备给它挂车上去。太厚了，这棉裤今天得10多度，太热。精神小伙出发，又变成精神小伙了，真凉快儿。我现在的地势挺高的，能俯瞰整个村庄，左右两侧都有小村子，挺有意思。今天风大，飞不了无人机，要不然真想好好看一看这个村子。其实我跟大家视角一样，就无人机我也得看，就是边看边欣赏，然后最后剪成视频。有的时候看不到的景，通过无人机就能看到，就可以欣赏一下。因为有一些小村子真的蛮有意思的，这一路横七扭八的，有的。整的可好玩了，嘎嘎嘎！喜鹊报喜，这一路的喜鹊真多呀，好凉快呀！
过一个超市，采购一瓶饮料。没有饮料是相当难受啊！几块？3块钱。好嘞。妈，我这发型忘戴帽子了，我忘戴帽子了，吓着你了吧？是在路上，头发不方便，就把它剪了。我一般上超市我都戴个帽子，就忘了刚才。好，过去了啊，大娘，哎，拜拜，哎，哎。吓着大娘了，这一天。这个上坡我真的是会谢，这个路怎么弯弯曲曲、起起伏伏的，这是锻炼我呢，这是，我是真的会谢。太有坡了，这是。咱们就说这个路，它都有点耽误我看电影了，都太颠簸了。这个乡路应该是就这一段没修好。其实乡路现在都已经是村村通了，就是村子和村子之间基本上都通柏马路了。应该就这一块吧。希望啊，希望。我天，这蹦的哦！我就说吧，就那么一咕噜，路又好起来了，又重回了宁静。这是村道，标准的村道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你真是个好样的！呀！车还倒了，轮胎扎了。出来这么长时间，头回扎胎，真是啊，非得给我添点事儿啊！扎哪儿了呀？估计就走刚才那个崩的路扎的。得了，拆胎吧。哎，每一次扎胎都要扎这个后胎，你不能扎前胎吗？那后胎老难整了，安胎一点也不方便。哎呦我，这轱辘，赶紧卸车，一会儿压烂了。找个地方停呀，停不稳都。赶紧卸车，压烂了。卸轮胎能不能整回来呀？这胎每次都不想拔轮胎。哎，真瘪呀！这胎老硬了，那拉不到啊。太硬了，整不动啊！这边试试。这边能整动，那边整不动啊！我天，为什么两边不一样呢？不都应该能整动吗？扎哪儿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啊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嘴儿旁边，嘴儿在哪儿啊？在这儿。啊这儿呢，这回停着。
看这儿，看到没有？大钉子，这边看扎透了，把它拔出来。这个多大？这个没有镊子呀，我没有手指盖儿。不太好拔呀，哪儿去了？这呢？哎，下来了，看，好大呀！行，拿新的胎换上就行了。瞬间就找到了原因所在。So easy， 这是个新胎，拿新胎出来了。眼儿呢？眼儿在这儿呢，对上眼儿。这个得拧下来。哎，这个不是新胎呀？是不是新胎？不知道，搭上再说。哎呀，好像会卷胎，好像得给它打气儿再放里去，好像。先放里再说吧，没事，都一样。真的会卷，真的会卷。看那点儿，不看那就卷了。先把它气儿打一打，看看卷没卷，没卷就继续打，卷了就调整一下。还行，没卷，没卷就把这个给放里边去。这玩意儿放还不好放啊，放还不好放呢，你说说，硬啊这玩意儿。撬台棒，撬台棒。啊，撬台棒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哎，放进去了吧？So easy， 打上气儿就行了。鞋里进石头了，立起来打，太累了刚才。这玩意儿立起来打会轻松一点。这个轮胎呀，它比我之前那个胎要宽，所以它需要的气儿它也多。之前那个打个100-200下，这个得乘1.5倍，这一天天。反正我感觉打个差不多就行，能跑就行。这轮胎里怎么在响？嘣嘣的，他想啥呀？不会是卷胎了吧？刚才我看着没卷呢。直接崩溃，太累了，歇会儿。